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东京红毯惊艳亮相，东方美学美出新高度。赵丽颖东京电影节红毯惊艳亮相，身着 Armani Privé 长裙，3000小时手工刺绣鎏金如银河，以东方美学征服全球，展现从到东方女王的蜕变。赵丽颖东京电影节红毯秀，东方美学的时尚新突破，璀璨时刻，高定礼服的匠心演绎。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赵丽颖以一袭 Armani Privé 2024春夏高定闪钻长裙惊艳亮相，裙身3000小时手工刺绣的鎏金薄纱随步履流淌，宛如银河加身。这套华人演艺圈首穿的顶级高定，以意大利工艺将丝绸质感与结构力学完美平衡，既复刻了敦煌飞天的灵动，又赋予现代红毯以千年匠艺。风格宣言，从甜妹到东方女王的蜕变。赵丽颖此次造型打破既往标签，香槟鎏金裙勾勒出凌厉腰线，领口暗藏故宫盘扣玄机，外媒惊叹她把整座东方文化穿上了红毯。她以一句"我是中国女演员赵丽颖"的自信宣言，将红毯转化为文化输出的舞台，展现从农村女孩到国际焦点的成长轨迹。细节制胜，时尚哲学的进阶表达。材质碰撞，明黄色礼服采用棉质与轻纱拼接，亮片流苏如烟花绽放，造型师透露莹姐的腰线让裙子有了灵魂。光影魔法，闪钻长裙在灯光下呈现耀眼而不刺眼的折射效果，媒体评价其每一步都像携带星光散步。文化符号，苏绣凤凰与青花瓷间变裙摆，被赞为移动的非遗展览。全球热议，红毯及高光战场。东京电影节外媒镜头中，赵丽颖与辛芷蕾的合体亮相被称为中国电影的双子星时刻。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她的 Armani Privé 2025春夏鎏金抹胸裙再度引爆话题，海外粉丝直言，这不仅是时尚，更是演技派女演员的气场碾压。双引号，在东京电影节的红毯上，赵丽颖以一袭融合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的礼服惊艳亮相，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她独特的气质与高度可塑性的时尚表现力。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走上国际红毯，却是一次极具突破性的亮相。从整体造型到神情举止，从服饰设计到精神内核，赵丽颖用一次无声的时尚叙述，让全世界看见了东方美的独特力量。赵丽颖选择的这套礼服，明显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语言。无论是盘扣、立领、刺绣等细节，还是整体剪裁中对东方线条的流畅呈现，都体现出她对东方之美高度认同与表达的自觉性。这种穿搭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模仿，而是在传统文化中提取精髓，用现代化方式诠释，让人在审美上感到熟悉又耳目一新。赵丽颖所展现的不只是穿得好看，而是一种将文化内核与审美风格统一的高级感，是深藏不露却举手投足皆风华的底气。在现场无数长枪短炮的镜头下，她始终保持着镇定优雅的气场，既有中国女性的柔美，又有当代女性的独立与坚定。她的微笑克制却不冷漠，姿态稳重却不失亲和力。这种融合式的表现恰恰对应了她这几年从演员到公众人物的全面成长。她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越来越坚定要展现怎样的赵丽颖。过去的赵丽颖常常被贴上接地气、农村出身、甜美、不时尚等标签，甚至在她刚开始尝试走高端时尚路线时，还遭遇过不少非议。然而今天，当她站在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以东方女性的姿态自信绽放，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标签化的赵丽颖，而是一个完成自我进化的现代女性。她不再需要用改变迎合时尚，她正在用坚持重塑时尚。更令人感动的是，赵丽颖的时尚之路并不是靠强推或硬捧完成的。她没有被某些国际品牌绑定，也很少刻意制造时尚话题，
却能在每一次公开亮相中逐步确立自己独有的审美品味。她从不随波逐流，也从不盲目模仿其他明星，而是不断在自己的审美语言中试探与突破。这种稳健又真实的风格，才是她如今越来越受欢迎的关键。此次东京电影节红毯之所以引发热议，不仅仅因为赵丽颖穿得好看，更因为她所代表的意义正在发生转变。她代表的不再是一个单一角色的偶像，不再只是影视剧中的赵丽颖，而是一个真正走向国际、承载东方文化表达的女性代表。她以自己的方式走在前面，为什么是中国女性的美提供了一种更成熟、更有力量的答案。我们常说时尚是轮回，但赵丽颖所展现的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她不需要用夸张造型、极端对比博取关注，而是在恰到好处的设计里传达着含蓄、优雅、端庄、坚毅等属于东方女性的特质。她用静水流深的方式证明，当中国女性真正意识到自我价值与审美判断时，才是真正打破审美霸权、创造时尚话语权的开始。在整个红毯过程中，有不少海外媒体给予赵丽颖高度评价，趁她展现出东方女性罕见的气质张力，用沉静的力量诠释属于中国的高级美感。这些评价既是对她个人气质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审美风格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赵丽颖没有用力地讨好世界，她只是做自己，便已成为世界眼中一道不可忽视的光芒。对于粉丝来说，这样的赵丽颖无疑是最有说服力、最有共鸣力的偶像。她从不急功近利，从不哗众取宠，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带来惊喜和感动。这种慢热式的魅力，是她多年坚持作品质量、精进演技、沉淀气质的积累结果。她就像一盏安静燃烧的灯，照亮自己，也温暖了无数愿意与她同行的人。赵丽颖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惊艳一时的造型，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文化沉淀与个人历练的统一体。在喧嚣的时尚圈里，太多造型如昙花一现，但她的东方美学之路却仿佛越走越有底蕴。她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也没有迷失在镁光灯下的虚荣感，而是带着对文化的敬意、对时尚的理解，走上了属于她自己的审美新高的未来。我们相信赵丽颖将在更多国际舞台上持续释放她的魅力与能量。她不需要用话语来证明什么，因为她的气质、她的姿态、她的演技和她的选择已经在为她发声。她是那个不喧哗、不争抢，却始终在场的赵丽颖。她是那个从甜妹成长为国际范儿的女演员。她用事实告诉我们，你可以不被定义，也终将定义自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你看到赵丽颖站在东京红毯的那一刻，是否也曾被那份温婉中带着坚定的气场打动？她穿的不只是礼服，而是一整套文化底色与精神表达。她展示的不只是外表之美，更是一种来自民族记忆的共鸣。在这个越来越强调自我表达的时代，我们更应给予那些真正用心诠释文化、坚持自我风格的演员更多掌声。赵丽颖正是这样的人。她可能不是最善言辞的那一个，但一定是最值得尊重的那一个。她可能不会频繁出现在社交热点中，但她永远在我们的审美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请继续支持赵丽颖，也请继续相信，真正的美不是取悦别人，而是忠于自己。真正的力量不是争得一席之地，而是静静站着就无人能忽视。赵丽颖做到了这一点，而她未来的每一步，我们都满怀期待。王一博长空之王2官宣定档，高燃飞行动作曝光，热血值拉满。王一博主演的《长空之王》2官宣定档7月的消息，这2天在影迷圈炸开了锅。作为去年国庆档黑马《长空之王》的续作，这部聚焦中国试飞员群体的电影从开拍就备受关注。最让人期待的是，这次曝光的拍摄花絮里出现了大量实拍飞行镜头，
据说王一博为了演好角色，专门进行了3个月的飞行特训，连专业飞行员都夸他动作标准的像老飞。说起这个系列，不得不提去年第一部上映时的盛况。当时很多人以为又是部主旋律套路片，结果上映后口碑直接逆袭，豆瓣开分 7.2， 最后稳定在 7.5 分，算是同类型片里的高分选手。票房更是从首日8000万一路飙升到总票房 8.5 亿，成为国庆档最大惊喜。当时就有观众在评论区喊话，赶紧拍续集。试飞员的故事根本看不够，没想到制作方真听劝，这才隔了不到1年，续集就火速安排上了。从目前流出的拍摄资料看，《长空之王2》玩的比第一部更狠。有航空迷从曝光的飞行器残骸道具分析，这次可能会涉及歼20等第5代战机的试飞故事。要知道，去年第一部主要讲的是歼16，这次要是真上歼20，那视觉效果绝对要再上一个台阶。片场流出的视频里，王一博穿着抗和服在离心机里训练的画面看得人头皮发麻，那个机器转到后来人脸都变形了。但据说他坚持不用替身，所有高难度动作都要亲自上阵。导演刘晓世在采访里透露，续集会把视角放得更广。第一部主要聚焦雷与王一博士的成长，这次要展现的是整个试飞团队的群像。新加入的演员名单里出现了几位实力派老戏骨，看样子是要打造中国版的壮志凌云团队。不过也有观众担心，加入太多角色会不会分散主线？对此制片方的回应挺有意思，试飞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要展现的就是这种集体协作的震撼。说到拍摄难度，剧组这次算是把玩命进行到底。有场戏需要演员在10000米高空完成特技飞行，本来计划用绿幕后期合成，结果王一博和几个主演非要实拍。最后协调了西部某空军基地，真把演员塞进教练机里上天拍摄。流出的花絮里能看到，飞行员在做横滚动作时，摄像机拍到的王一博虽然被离心力甩得五官变形，但眼神始终保持着角色需要的坚毅状态。这种专业态度连退役试飞员顾问都竖大拇指，这小伙子把试飞员那股倔劲儿演活了。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提出担忧，军事题材续集往往容易陷入重复套路。第一部已经展现了试飞的风险与荣耀，第二部还能挖出什么新东西？从目前透露的剧情看，这次会涉及更多国际背景下的航空竞争，可能会展现中国航空工业从跟跑到并跑的艰辛历程。如果真能拍出这种时代厚度，那确实值得期待。就像航空专家说的，我们看的不只是飞机上天，更是一代代航空人如何用生命丈量蓝天的边界。档期选择也很有意思，去年第一部选在国庆档，今年续集改到暑期档，明显是想吸引更多年轻观众。7月份正好赶上学生放假，加上今年航空迷群体因为某些国际事件特别活跃，这波热度蹭得恰到好处。有影院经理透露，虽然离上映还有2个月，但已经有不少单位来咨询团体票了，特别是军工系统和航空院校的工会组织特别积极。说到王一博这个演员，不得不佩服他的选片眼光。从无名到长空之王，他接的角色都在打破流量明星的刻板印象。这次为了演续集，他推掉了2部商业片约，跟着试飞员同吃同住3个月。有剧组人员爆料，他现在聊起航空术语比很多业内人士还溜，有次现场纠正了道具组一个发动机模型的细节错误。这种较真劲儿让人想起当年张涵予拍《湄公河行动》时的状态，好演员都是拿命在拼。影片的音乐制作据说也下了血本，请来了好莱坞顶级团队打造空中音效。试飞员出身的顾问坚持要求所有飞行音效必须真实，连驾驶舱内的警报声都要用原版录音。这种细节控的做法让人想起《星际穿越》里诺兰坚持实拍太空场景的执着。可能正是这种较真，
才能让观众在影院里真正感受到刀尖上跳舞的是非现场。现在最大的悬念是，这部续集能不能超越前作？从制作规模看肯定是升级了，但观众的口味也被调得更高。有影评人说的实在，第一部是惊喜，第二部就要看真功夫了。不过看着剧组这么拼的劲头，加上题材本身的感染力，只要剧本不垮，大概率又是部爆款。毕竟在中国电影市场，能把专业性和观赏性结合的这么好的工业大片实在不多见。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爱看试飞员的故事？或许就像某位试飞员家属说的，这些人在天上每一次突破极限，都是在地面上千万次练习的结果。长空之王2要拍的，可能就是这种在无人喝彩处默默坚持，最终一飞冲天的中国故事。7月影院见真章的时候，别忘了留意那些飞行镜头背后藏着多少真实的汗水与热血。随着《长空之王2》的定档官宣，王一博再次以飞行员的身份强势归来。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回归，更是一个角色的重生，一种精神的延续。自《长空之王》第一部上映以来，观众对这一系列影片的关注从未间断，而王一博所饰演的年轻飞行员形象，也早已深深植入无数观众心中。如今，随着第二部的高燃片段曝光，那些曾被点燃的热血与信念再次被唤醒。这一次，观众们不仅能看到更为震撼的空战场景，更将走进角色更深层的心理世界。从片场花絮和先导预告中不难发现，《长空之王2》在拍摄方式、视听语言上全面升级，王一博挑战了更多高难度的真实飞行动作。这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对演员极限的再一次考验。他不是在扮演飞行员，而是真正的成为飞行员。他用最真实的体感、最专注的眼神、最沉稳的状态，把军人的意志和精神通过荧幕传达出来。这种表演的力量，远远超越了剧本所能表达的一切。在这个高速更替的娱乐行业中，有太多演员选择轻松的路径，借助流量、爱特效和话题轻松完成角色建构。但王一博一直在做相反的事，他更愿意把自己沉下去，从零学起，从一线飞行体验出发，穿上厚重的飞行服，接受真实的高空训练，经历呕吐、眩晕、缺氧等一系列身体极限的挑战，只为尽可能接近真实。正是这样的投入与坚持，让角色不再是虚构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存在。有观众在看完《长空之王》后写道：“我从没想过，一个演员能让我更真切理解飞行员的伟大。”这其实就是王一博的能量所在。他不仅是表演者，更是传递者。他将角色的情绪与观众的情感连接在一起，让每一次腾空而起，每一次擦肩而过的飞行，都成为心中震动的回响。他让人们知道，在娱乐之外，还有热血与使命；在角色之外，还有信念与国家。《长空之王2》的定档，也标志着王一博在军旅题材电影中的进一步扎根。他并不是一个为了挑战而挑战的演员，而是愿意真正深入军人世界，理解军魂与信仰，将这份信念感贯穿在整部作品中的表演者。这种信念不仅需要体力与技巧的双重磨练，更需要内心足够坚定。王一博做到了，而且做得极其出色。他的沉默，他眼中的坚定，他每一个动作的精准，都在告诉观众，这不仅是一次表演，而是一种承载。而在这个特殊题材背后，更值得被提及的是青年群体的精神激励作用。在如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中，王一博以电影中的军人形象向年轻人传递了一种无形的影响力。他所代表的不再只是一个偶像的光环，而是那个即使在严苛环境下依旧坚持初心、不断拼搏、不轻言放弃的青年榜样。尤其是在《长空之王2》中，我们将看到角色从成长走向成熟，从热血走向担当。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剧情需要，更是当代青年真实成长的缩影。不少粉丝表示，
在王一博的影响下，开始更加关注空军，关注中国航空事业，甚至有孩子因长空之王立志成为飞行员。这正是这部作品以及王一博个人影响力的真正价值所在。他不仅演绎了一个角色，更激活了很多人心中的梦想。那些在荧幕前被点燃的热血，不是短暂的情绪激荡，而是成为了人生轨迹的转折点。这就是文艺的力量，更是演员王一博的力量。而对王一博本人来说，《长空之王2》更像是一场自我超越的旅程。从偶像艺人到专业演员，再到用作品参与主流叙事、担负文化使命的公众人物，他的身份在不断进化。他没有在爆红后走轻松路线，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艰难的道路。但正是这份执拗，这份对表演的敬畏，对每一部作品的重视，才让他的名字不仅仅出现在热搜上，更出现在无数观众的心中。很多人好奇，一个从男团出身的艺人，为什么会在军事题材中如此契合？或许答案就在他的眼神中，他的动作里，他的沉默背后。他身上的克制、专注、安静，正好与军人精神高度契合。他不是用语言表达热血，而是用行动诠释责任。这种静水流深的力量，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对于观众而言，《长空之王2》的上映，既是一次视听盛宴，也是一场情感洗礼。它让我们在高空之上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热血与信仰的交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坚持。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荧幕上的英雄，而现实中的他，则是将更多年轻人引向信仰与追求之路的灯塔。所以，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愿我们都怀着最真挚的期待走进影院，去看那个在万米高空中穿越阴障的他，去感受角色背后的信仰和意志，也去在每一个飞行动作中寻找自己的热血与梦想。这不只是看一部电影，而是一次心灵的共振，一次信念的接力。而对粉丝来说，更不必焦急于他是否频繁营业，是否在线回应。他早已用作品、用角色、用一场场真实的飞行，为我们做出了最动人的回应。他选择了安静发光，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坚定支持，不被喧嚣左右，守住这份初心。在这个信息快速更替的时代，保持热爱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而王一博正在用他的一举一动告诉我们，热爱不是口号，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我们不知道《长空之王2》会带来怎样的票房成绩，但我们知道，它一定会带来更多人心中的震撼与敬意。而王一博也必将因为这份执着，继续走在更远、更稳、更令人敬佩的道路上。未来以来，天空在上，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目光坚定，步伐坚实，不惧风雨，不畏高空，勇敢去追属于自己的飞行梦想。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